提前下班给陆明买礼物。电梯太慢，我走了楼梯，没想到正好听到陆明这番话。我有支气管炎，闻不得烟味，他想抽烟就会来楼道里。姜文舟劝他，你们在一起不是1年2年，而是10年，高中毕业到现在，没有感情也该有亲情了。陆明沉默良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打算说话。他低声苦笑，怅然的开口，能支持2个人走下去的唯有热爱，没有热爱我的表现就会大打折扣。我担心他哪天看出我的不耐烦，那样更伤人。我站在下面，没有继续往上走。楼道太闷，烟味飘了下来，我喉咙发痒，克制不住想咳嗽。退到楼下，一路干咳不止，步履匆匆的掠过来往的人群，不敢停下来，担心被人看到眼里模糊的泪水。打开车门，缩进狭小的驾驶位。以前总觉得哭的用完抽纸的说法太夸张，现在到轮到自己，纸盒空了，眼泪还在流，许多念头不断浮现。拿起手机，好几次想要质问，荧幕亮起，看到2人的合照，眼泪又一次汹涌的止不住。明明去年他还在问我喜欢什么样的婚纱，一条短信跳了出来，是奇遇婚纱店的店员吴小姐。她给我留言，张小姐，有个客人今天5点要去办事，您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可以帮您插队。上个月我看中了一件很漂亮的复古风婚纱，婚纱很出名，试穿的人很多。当时我和陆明约好时间去试穿，可他忘记了，没能过来。他接到电话，匆匆赶回家，跟我说了许多道歉的话。当时我郁闷了一下，但还是预约了下一次。原来一切早就有迹可循。此刻看到信息，我突然有一种预感，如果错过这一次，可能就要永远错过这件婚纱了。我先给吴小姐发去确定的消息，又擦掉眼泪，截图发给陆明。他的消息很快回了过来，今天有点累，还是等约定好的那天再去吧。我笑了下，笑着笑着泣不成声。到了店里，吴小姐看到只有我一个人，还有点惊讶，大概是我哭过的眼睛红得太明显，她什么也没问，依旧热情的招待我。穿上心心念念的婚纱，站在镜子前，我努力克制，还是失控的泪流满面。我担心泪水打湿婚纱，抬手胡乱的擦，对不起，耽误你们时间了。吴小姐拿了纸巾，帮我把脸上的眼泪擦干净，温声安慰，美哭了还是头一回见，等会上妆更好看。上妆后，她帮我拍了好几张照片。走出婚纱店，我站在街边，不知哪来的音乐，唱着伤心的曲调。我有点迷茫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我没有很好的演技，没办法装作没事。住酒店吗？今天找理由躲过去了，明天又该怎么办？我买了去大理的机票，以前说好要去大理举办婚礼，去丽江拍日照金山的婚纱照。7点多的时候，陆明发来信息，问我什么时候下班。我回了一个今天要加班消息，担心语气太冷淡被察觉，还加了个活泼的表情包。9点多上的飞机，在昆明中转换乘，等到了大理已经晚上11点多，抵达酒店更是累得没时间再伤心，倒头就睡，一觉睡到自然醒。前一天哭过，头很疼，可在看到近在咫尺的阳光时，心里的沉郁好像一下就飞走了。天很蓝，云很清透，充足的阳光为水面镀上一层银色的微光，不断尖笑的灵魂在这一瞬间似乎得到了净化，胆怯的心里生出一腔孤勇。我拨通陆明的号码，问他我们要不要提前在大理定居，来这里定居是我们共同的愿望。可此刻他温声拒绝了，还是1线城市更方便一些。没等他列举出优缺点，我嗯了一声，继而开口，那我们分手吧。这一次他沉默良久，但他没有拒绝。他说需要我搬出去吗？我无声的深吸口气，不用，我不太想住那里，等我明天回去收拾东西。挂断电话以后，再一次我哭得心口发疼，有什么东西好像在这一刻被硬生生剜去。10年时间如过眼云烟，经受不了一点考验，风一吹就散了。再不舍的，他终究是他，而我终究只是我，左右不了任何人的意志。我没给自己调整的时间，确定眼睛消肿后就回去了。一路上忐忑不安，不知道该对陆明摆出什么样的脸色。打开门发现家里根本没人，才想起现在是他的上班时间。如果可以，我甚至不会遇到他。可2个人的东西太多了，收拾起来难免耗费很长的时间。不知不觉天色暗下来，我沉浸在打包行李中，根本没注意到大门什么时候打开。不经意抬头，发现陆明不知道在玄关处站了多久。他怔怔地问我需要帮忙吗？明明在亲密的行为都有过，1天不见，我竟觉得前所未有的疏离，摇头拒绝他的好意，已经快收拾好了。如果他再晚30分钟回来，我应该已经走了。有不少东西已经邮寄出去，只剩下一个行李箱的东西。你要不要确定一下有没有少了东西？问出这句话，不仅是他，我自己也愣了一下。陆明叹了一声笑，似嘲讽，不用，大概是太无语了。他放下公文包，去厨房倒了一杯水，
等他出来，我正拉着行李箱往外走，他问我住哪里，找好了吗？我送你过去吧。也对，车是他买的。我反应过来，连忙打开背包，拿出车钥匙放在玄关处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叫了网约车。他快步走过来，拿起钥匙道，晚上太危险了，还是我送你吧。我没有立即回答，失神的看着无名指上的戒指，转了一圈摘下来放在柜台上，深深的看了他一眼。不用了，昨晚我一个人去了大理，网约车没有想象的那么危险。如果担心我，昨天我没回来，他就该打个电话给我。毕竟我从来没有加班一个晚上的经历。这一次他听懂我的拒绝，站在原地没有再跟出来。房门关上，隔绝了我和他的世界。车是在电梯里下的单。我在社区门口等了许久，目的地是机场。路上我沉浸在飞速往后退去的夜景中，离别的心酸在心间萦绕不散。可我知道，如果继续待在这里，我会止不住思念，会变得卑微。裂痕早已存在，就算挽回这段感情，我们之间也不会有幸福的未来。只是我从来没想过，陆民会在1年后来找我。这1年以来，我们早已断联。我主动拉黑他的所有联系方式。半年前，我在拦截列表看到他打来的电话，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事，给顾远洲的老婆打电话问过他的情况。吴韵说起这个就笑了，能有什么事，估计是后悔了呗。也不知道他当初傲个什么劲，非跟我们老顾说对你没有感情了，你们要不和好吧？再耽搁下去，我孩子都上小学了，说好要做亲家来着。我没有撇清什么，因为当他们认为我和他会和好的时候，说再多都是徒劳。况且10年的感情放下哪有那么容易，不管对我而言还是对他而言，也许也是窥见希望。陆民用半年时间处理工作，在我生日的这一天来到我的面前，然后对我说，微微，好久不见。他眉眼间的温柔一如过去，看起来清瘦少许，眼底的探寻与小心翼翼又有一些陌生。许是因为我脸上看不出任何惊喜，他的热情褪去一些，变得拘谨。好半晌，我回过神来，如许久不见的老友，语气自然的询问，怎么有空来大理？过来旅游，也过来看看你。他笑容温润，带着明显的示好，外面下雨了，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突然，屋内传来江城的呼唤，大寿星，快进来吹蜡烛。谢小米哒哒哒跑出来，一把抱住我，上上下下打量陆民好几眼，这帅哥是谁啊？他刚和男朋友分手，喝得醉醺醺的，几乎挂在我脖子上，比我这个屋主还要热情。帅哥进来坐呀，今天是微微子的生日，进来哈啤酒。我扛住往下滑的臭女人，朝陆民点了点头，进来坐会吧。屋里昏暗，所有人围坐在茶几周围，摆在中间的蛋糕上，烛光微微晃动，把大家的眼睛照得明亮，像是好奇的小动物。谢小米蹭到沙发上就摊成猫饼，翻了个身睡过去。我跨过空隙回到座位上，闭眼许了个暴富的愿望，吹灭蜡烛，房间顿时陷入黑暗。他们趁机鬼叫起来，像是花果山的猴子。手机灯一亮，又安静下来，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是错觉。陆民从来没见过这样抽象的阵势，始终与我们缺少点默契。于是他安静地吃着蛋糕，喝着小酒。不经意间，我发现他在看大家的杯子。我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杯子，每个朋友在我这里都有专属杯子。以前陆民和我用的是情侣杯，现在一群特殊的人当中，唯独他用的是一次性纸杯，想必心里是有一丢丢落差吧。散场后，我送走其他人回来，发现他正站在照片墙前。他听到脚步声，侧手看过来，当时你一个人去看婚纱了吗？我嗯了一声，难为他能在一堆照片中精准的找到这张。和以前不太一样，我以为自己会很难过，实际上我感到庆幸，幸好当时去了，这件婚纱真的很漂亮。吴小姐把我也拍得很漂亮。后来我经过婚纱店，想起预约的时间还没取消，我跟吴小姐说要取消预约的时候，她只是应下来，没说你一个人已经去过了。你想表达什么？觉得他骗了你吗？不是，我只是不知道，他语塞，目光凝住在我身上。以后还能一起去一趟吗？我还留着吴小姐的微信，来之前有问过她，最近店里又有设计师新款，或许有你喜欢的款式。我安静的等她说完，轻轻摇头。我对婚纱照没有以前的憧憬，因为后来还去了丽江拍了婚纱照，洱海的也有，许多事如果不是第一次做，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。喜欢的事物过瘾之后也就搁置了。没等我再开口，陆民脸上的笑再也维持不下去，他往屋外看了一眼，雨好像停了，我该走了，改天再来找你。说完匆匆推门离开。窗外其实什么也看不见，而门外雨声淅淅沥沥。再次遇到他是在2天后，当时我工作不顺心，守着笔记本在咖啡店干耗，实在想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，收拾东西出来。他拎着一袋水果从店门口路过，看到我的一瞬，那双眼哗的一下亮了。他十分真诚，没有装模作样，刚想约你出来走走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。我为他灿烂的笑容失神片刻，笑了下，我要去朋友的店里，你来吗？谢小米说晚上要吃火锅，我打算带点食材过去。
他在附近有一家茶馆，后院靠山，特别适合烧烤，但他只爱吃火锅。晚上大家火锅吃多了，陆明带的水果就派上用场。饭后大家都犯懒，他特别勤快地去切水果。谢小米给我递了一根烟，我摆手，已经戒了。他哼了一声，我都失恋了，也不赔一根。我无奈地笑了下，熟练地叼住烟头，凑近他点燃的打火机，一抬头恰好看到站在阴影下的陆明，差点把他忘了。烟雾倾吐，模糊了视线，我看不清他那一瞬间是什么表情。他走到我身旁坐下，喉间轻滚，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？我和他对视片刻，沉默不语。谢小米这个大嘴巴凑了过来，他啊，和男人分手后烟酒都来，胃出血那次就是我送他去医院。帅哥，你是不是对我们微微感兴趣啊？他插了一块橙子送到我嘴边，然后笑眯眯的为我打探陆明的想法，完全不知道他就是那个让我日日夜夜睡不着的前男友。10年的感情，想要放下真的很不容易。忙碌的时候倒是不会想起他，可一到晚上就睡不着，不仅是被窝里空荡荡，心里也空荡荡，好像到处都在漏风，关上窗户又闷得喘不上气。晚上睡不着，白天就疯狂补觉，很多时候一天只睡4个小时，生活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。思念像是潮水，偶尔想起他就像被淹没一样窒息。偏偏听到伤心的歌会想起他，看到一起用过的杯子也会想起他。越想回归正常生活，越是焦虑不已，工作生活都变得一塌糊涂。我把他的手机号从黑名单里拉出来好多次，偷偷看他的朋友圈很多次，打开对话框很多次，可他好像一直都过得挺好。或许他已经有了新女友，我再去找他只会破坏他的生活。现在陆明就在我的面前，他没有回避谢小米的问题，一双眼只看着我，认真的对我说，我很喜欢他，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机会。这番表白让大家都来了兴致。江城拿了个勺子递到陆明面前，那我们要给微微把关，我先问一下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？陆明由着他们笑闹，我们同一个高中，同一个大学，我喜欢他很久了。李文华扭头问我，不是，微微你眼光这么高的吗？难道前夫哥长得比他还要好看？谢小米忽然冷了脸，硬生生挤到我和陆明中间，气势汹汹地质问他，你就是那个前夫哥吧？一瞬间笑闹声全无，陆明哑口无言。李文华吓得打了个嗝，捂住嘴左右看看。我把烟头捻在烟灰缸中，从座位上起身，挺晚了，该走了。他追了出来，想要解释什么，我反而不太好意思，抱歉，没想审判你，只是话赶上了。我早就后悔了他打断我的话，伸手拉住我的手腕，微微，我们和好吧。路灯下，他低着头像是在忏悔，两个影子站得很近，一如以前。我和他无数次牵手，在月光下散步，现在连他的影子我都觉得陌生。1年的时间能改变很多事，例如他终于发现舍不得那10年，时间太久了，日复一日的重复下，我逐渐感受不到幸福，当时心里迫切的想要改变，以为分开对我们都好，有什么泛着光坠落。他抬头，眼里蓄满泪水，原来是他哭了，我从来没想到他会哭，一时有点手足无措。你走的那天，我其实跟下去了，但就是鼓不起勇气拉住你。那天在楼道里抽烟，顾远洲说好像听到楼下有脚步声，你是不是听到我说的话了？我点了点头，替他擦下眼泪，听到了，但已经不重要了，和好的事还是算了吧。一如我知道的那样，他从来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。他把脸贴到我的掌心里，我无法像爱你一样毫无保留的爱上其他人，你也一样不是吗？你真的舍得我吗？我确实没办法像以前一样敞开心灵去爱别人，但我也不爱你了。他哑着嗓子哭，不愿意相信我说的话，你在撒谎对不对？眼前渐渐模糊，泪水有点凉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因为他哭过了，奈何有些话一提起来，就像是打开了闸口，过去的情绪重返心头，每一个日夜的煎熬，好像就在发生在昨天。这1年下来，我一点点清空我们的回忆，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去打扰你，因为你和我已经没有关系，你已经是别人了，我再给你发消息、打电话就是骚扰了。大病一场，很多事突然就想通了，我发现自己还是很惜命的。住院那阵子，我戒烟戒酒，其实这不是最痛苦的。当时暴饮暴食，还长胖了不少，我还以为伤心的人都会变瘦，没想到是变胖，医生让我戒糖，因为我心情不好就想吃甜食。从小到大，我最喜欢甜甜的味道，别人觉得哭嗓子的甜味，对我而言是恰到好处美好。放下你就和戒糖一样难受，丢掉的东西太多，已经捡不回来了。10年太沉重，一旦放下就没办法续上，我没办法再爱你了，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。陆明拽住我的手腕不肯松手，哭得弓起腰，突然屈膝跪在我的面前，我不明白，也不想明白，求你给我一次挽回的机会，我不想失去你。他摘下小指上的戒指，是当初我还给他的那一枚，看起来经常保养，泛着漂亮的光芒。我闭了闭眼，攥紧手没有接受，俯身去扶他，反被他拢在怀里抱住。他的怀里还是很暖，眼泪也很烫。我太久没有和异性拥抱，
不曾孤单过的人无法理解一个怀抱的重要。抱歉，真的很晚了，我得回家了。曾经太过熟悉，我们都很了解对方。现在我说要回家，他就不会蛮横的阻拦。他竭力克制情绪，我送你回去。想要拒绝，又觉得没必要。抵达家门口，他再次开口，如果和好让你觉得背叛过去的努力，你可以惩罚我，而不是就这么放过我。潜台词就是可以恨他，也可以报复他。没必要，我笑得心里发苦。我想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，本来也不想说得太明白，我已经无法信任你了。他怔住，我没有出轨，没有喜欢过别人，半年前我就想来找你，可电话被你拉黑了，我以为你不希望我打扰你的生活。前阵子顾远洲他老婆生二胎，意外提到你打过电话给他，还问过我的情况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你还是想我的，对吗？我的心情已经平复，不是出轨不出轨的问题，更不是觉得原谅你就是背刺我自己，我甚至不觉得你想分开有什么错。你应该知道的，我从来都不相信爱情，我只是相信你，信你会和我在一起一辈子，但我被要求中途下车，在荒野中落了单，我一个人走了太久，我已经习惯一个人了。从今往后，我都没办法信任你了。我们都明白，当时提分手的是我，但被踹下车的其实也是我。对他，我再也无法重拾安全感。我没办法对你产生爱恋的情节，继续和你在一起，我会觉得车子随时可能会停，会再一次被赶下去。你的保证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我不敢再相信你。我了解你，你特意找过来肯定不会轻易放弃，所以我想让你自己感受一下变化。你一直很聪明，应该能感觉得到，我们之间没办法和好了，所以重新开始也不行。我刚找回快乐没多久，你能不能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？他早已说不出话，只能流泪点头，深吸口气，不断重复的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们都回不到过去，无法预料到后来会发生什么。我们没有上帝视角，不知道对方也曾整夜思念。成熟的我们都太过小心翼翼，以为能说出口的话就是深思熟虑的决定，无法像年少时那样轻易的说后悔。1年的时间和10年相比好像很短，但放下一段感情只需要一瞬间。如果没有如果，他来得太迟了，我已经不爱他了。那天以后，陆明没有再出现。再听到他的消息，是半年后，一个安静的午夜，急促的铃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。接通后，顾远洲开口就是道歉。我不明所以，抹了把脸，出什么事了？他在电话那边语无伦次，陆明不让我告诉你，说怕打扰你，可今天晚上他对自己下手了，要不是我大半夜在附近应酬，想去他那里休息一晚，他就没了。微微，对不起，这事和你没有关系，我就想着他比较听你的话，想让你和他通个电话，劝一劝这蠢货。如果你没空的话，也没事。我打断他自说自话，让他好好吃饭，我会回去探望他。顾远洲连连道谢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他知道你回来一定会很开心，我不是劝你们在一起的意思，一切以你的意愿为先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总之真的很感谢你愿意回来。赶到医院已经是第2天下午，医院里到处都是排队的人。问清住院部的位置，找过去的路上还遇到送饭过来的吴韵，他上来就给了我一个拥抱，要不是又生了一个，我就去找你玩了。我接过他手里装衣服的包，跟他一起往陆明的房间而去。站在门口，我有一瞬的迟疑。半年前，陆明只是看起来瘦了一些，现在病号服穿在他身上都显得空荡荡的。病房里不止他一人，顾远洲就守在这里，一刻也不敢走开。两人闷不吭声，应该是顾远洲在生闷气，陆明则一直盯着门口。见到我的瞬间，微红的眼睛就弯了起来。突然我就不犹豫了，装着他换洗衣服的包被我随手放在柜子上。我以为能忍得住，但看到他眼巴巴对我笑的瞬间，还是气得扬起手狠狠给了他一巴掌。陆明没怎么样，顾远洲先急了，有什么好好说，老婆，你拉我做什么？他们夫妻2人退出病房，陆明还在笑，很高兴你能来看我。看得出来，他确实很高兴。我坐在床沿，靠近他怀里，他安静了一瞬，不好意思的道歉，对不起，这是个意外，反应过来的时候血已经止不住了，顾远洲被吓到才会给你打电话，还麻烦你千里迢迢赶过来。不用道歉，我不觉得麻烦，我只是觉得难过。还记得我给吴韵打的那个电话吗？即便无法继续爱你，但我从来不希望你出事。扔掉再多充满回忆的物品，也无法抹除10年的爱恋。我们无法成为恋人，也无法成为亲人，甚至以后可能都不能再见面。但我从来没想过要他付出什么代价。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割舍这份感情的痛苦。他只是一时没能想明白，一时走不出来，只是陷入了情绪的浪潮里，险些沉没。再抬头，他脸上布满斑驳的泪水。我只是睡不着，我没有自毁的想法，只是不小心打碎了酒瓶，不小心摔倒割到了。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。我点头，破涕为笑，那就好。幸好一切都是个乌龙。陆明笑了下，把顾远洲吓坏了，而后笑着笑着又忍不住哭了。我知道你当时有多难过了，有太多后悔的念头在折磨我。我以为他会跟我说，
他却只住话，没有继续下去。能不能再抱一次？见到你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我没有拒绝，或许他也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，以后没有理由再见面了。他埋手在我颈间轻蹭，声音哽咽，微微，我好想你。明明身体依旧贪恋对方的体温，事实又在提醒我们应该结束了。我没有多逗留，拥抱过后就离开。他特意送我到楼下，站在人来人往的大厅外，一直看着我的方向。记忆的最后是他苍白的脸色。我重新回到大理，继续安逸的生活，偶尔背上行囊，同谢小米他们一起出游。爱上爬山的时候就去战胜高峰，然后被高峰教训。谢小米哇哇大哭，死活要江城背他，我就算是死在这里，也不要再走了。爱上大海的时候就去征服大海。谢小米的哭嚎依旧嘹亮，凭什么只有我钓不上鱼？后来李文华和江城结了婚，谢小米又嗷嗷大哭，凭什么结婚不带上我？3个人也能很幸福啊。见我在一旁傻乐，他立马平复了突如其来的情绪，以一种欠揍的语气道，幸好还有你陪我寡着，我不能再萎靡下去了，我要脱单，1年谈10个。1年又1年，我的心境越来越平和。亲人会离世，朋友会组建家庭，我曾无数次动过结婚的念头。一辈子很长，一个人的时间太多，找个人生伙伴不一定相爱，只求相伴，甚至想过生个孩子来打发时间，但还是放弃了。我不想做妈妈，我无法承担一个生命的未来。那段时间我爱上摄影，想要借此留住一些事物，例如瞬间的快乐、美好的景象、短暂的相处，点点滴滴我都舍不得错过。那阵子谢小米特别烦我，说我什么都要拍一张。李文华受到启发，跟江城每去一个地方都要拍一组婚纱照。然而没过多久，谢小米也迷上摄影，天天摆弄他的茶馆，在网上还小火了一把。但他3分钟热度，没能持续太久就舍弃了，开始沉迷于他的第6个男友。那小伙据说比他小3岁，脾气比他大，动不动就吃醋，连我的醋都吃。别说我也吃他的醋。看到他缠着谢小米，我就想扇他。朋友越来越多，多也有个好处。我妈生病那阵子，谢小米喊了好几个人一起跟我一起回去，在我妈跟前忙前忙后，把她哄得忘记了催婚。那天在医院里，我爸拎回一盒燕窝，我妈还觉得稀奇，你买这玩意干嘛？说是这么说，但她还蛮高兴的。我爸摇头，陆明的孩子拎过来，非要塞给我。太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，我一时间有点回不过神来。我妈气得拱了我爸一手肘，他送东西过来干嘛？陌生人给的东西你也拎回来，你老糊涂了吧？早年我妈特别喜欢陆明，觉得他看起来斯文，但不会傲慢，说他懂得尊重人，是个好孩子。后来我和他分开，偶尔我妈打电话给我，提起他还会觉得遗憾。但随着我们分开的时间久了，我妈就觉得是陆明辜负了我，曾经有多喜欢，后来就有多厌烦，一提起他就会带情绪。我爸解释，他特意回来探望你，不知道你在哪个医院，一路打听过来，半道上和我遇上了，得知微微也在这里，就没有过来打扰。一听我爸为陆明说话，我妈就忍不住跟他斗嘴。这些年我们都默契的没有碰面，他的消息都是吴韵告诉我的，说他辞职创业，说有个合伙人特别中意他，好多人给他做媒都被拒绝了，背地里说他是个童，整天不谈恋爱，天天沉迷工作，常常把合伙人卷得痛哭流涕。他现在在行业里也算小有名气，和他一样，我在业内的口碑也挺好，真好，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。陆明番外，那天顾远洲说好像听到脚步声了，他还开了个地狱玩笑，该不会是白薇吧？有一瞬间我整个人都紧绷了，后续发生的一切证实了这一点，否则他不会突然说分手。白薇做事一向雷厉风行，看似温柔，实则非常果断，说分手就分手，说走就走。我甚至没能反应过来，他就彻底消失在我的生活圈里。一开始我以为自己的不适应是因为愧疚，怕伤害到他，结果还是伤到他的愧疚。当时工作很忙，忙得让我忘记一切，忽略心里的舍不得。直到项目结束，公司说让我们放假2天。当天晚上，我在睡梦中突然惊醒，梦里白薇离去的背影，引发埋藏在心底深处的酸涩。我抬手抹脸，触及一手湿润，原来我在哭啊！我好像有点想他和顾远洲凑在一起喝酒的时候，我没忍住道出心声。毫不意外的被他嘲讽了，不知道你到底在不满什么，追白薇的是你，追不上偷偷哭的也是你，追上了高兴的哭的也是你，说好像不喜欢他的也是你，想分手的也是你。说了一大串，顾远洲又忍不住道，要不找他道个歉吧。我沉默了，随即嘴硬道，只是一时不适应，倒不是拉不下脸，只是觉得自己不配。我很清楚，想分开的是我，曾经生出卑劣念头的也是我。在他独自一人看婚纱，独自一人去大理的那天，我在家里等了1个晚上，始终没有致电，问一问他怎么没回来。他没有加班到一夜未归的情况，他一定是听到我那些话了。我心里清楚，但不说破。以他眼里揉不了沙子的脾气，一定会和我分手。而我之所以没有关心他，是因为我卑劣的认为，一旦关心他，很可能就没办法顺利分手了。
可后来听到他说分手的瞬间，我并没有想象中松一口气的感觉，反而有种预料之中的突然，不知所措的迷茫。一天下来都没能集中注意力，在肚子里组织语言，想要问他为什么要分手，一旦他提及那天的事，我就可以顺势道歉。然而那天回家，迎接我的是空了一半东西的房间，他正在把拖鞋往行李箱里塞，强烈的愧疚感导致我面对他时无法轻易的说抱歉。他拒绝我相送，匆匆离去。我拿起柜子上的戒指，看了好一会儿，后来我下楼追了过去，望着他站在街边等出租车的背影，我看了1个小时，也没能自如的走上前去搭话，因为我知道有些伤害3言2语无法疗愈，道歉有什么用？一次错过就是错过一生。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他去的是机场，以至于有一阵子我着魔一样出现在他以前喜欢去的地方，试图和他偶遇，买了他喜欢吃的小蛋糕，去了他喜欢的奇遇婚纱店，装模作样的要帮他取消预约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以为他得到消息会生气的打来电话，以至于没能发现吴小姐语气里的不对劲。直到1年后，我在白薇家里看到那张单人婚纱照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那天他一个人去了婚纱店。那张照片美得悲伤。半年前我曾给他打过电话，因为当时我才知道他去了大理。我不知道自己抱着什么心态，想要从他口中得到什么答案，结果发现我被拉黑了，给他发了消息，蹦出来的也是红色感叹号。深夜打不通的手机号，让我坠入无边的孤独之中，我好想他。其实不管吴韵有没有告诉我，白薇给他打过电话，我都会去大理找他。我好想他这个念头无比笃定。他住的地方没有过多隐瞒，找到他很容易，可我没想到他的变化那么大。不同于以往倾注温柔的目光，他的眼神是潜意识表现出来的冷漠，没有特意保养的皮肤，随性的睡衣，以及房间里莫名其妙的朋友，一切都让我感到陌生。他的房间里没有任何我存在过的痕迹，有一瞬间我想偷偷给他爸妈打电话，询问他带的东西是不是邮寄回去了。他学过抽烟，甚至因为分手酗酒，每一件事听起来都好陌生。一直以来他非常注重养生，身体是本钱的念头还是他灌输给我的。我心如刀绞，满心都是对他的心疼，还有莫名的恐慌，让我不顾一切想要挽留他，想要从他这里获得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，费劲的分析他拒绝的原因，直到他告诉我他再也无法信任我。我没办法再爱你了，我已经无法再信任你了，不管我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打动他了，是我亲手破坏了他对我建立的信任，无情的把他从身边驱逐，砸碎了10年的心意。他希望我不要打扰他美好的生活，我能听出来他不忍心说重话，也能看出来他是真的不想看到我。我无数次后悔，无数次梦到那一天，每次都只能看着他的背影，看着他一步步离我远去。早知道那天就陪他去看婚纱了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